发现跟安慰剂相比，这一组它整个罹患糖尿病的风险是下降58%。第一个坏习惯是什么？这个叫做 PM2.5。你知道全世界其实有1/5的糖尿病都跟 PM2.5 有关，这个是刊登在全世界最好的 Lancet 杂志上面。那 PM2.5 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一个颗粒，相当于一根头发的1/30的粗细。那这个颗粒吸到肺部里面，就会从血液带到全身，增加胰岛素的阻抗。2019年，我们台湾就在流行病学杂志发表一篇研究。这个研究找50万个人，然后去观察他们12年之后，发现一件事，就是说长期接触 PM2.5，其实跟糖尿病的发病率是成正相关。尤其如果每增加这个10微米，糖尿病风险会增加多少？增加11%。尤其跟一种人特别有关，这种人就是高血脂，然后保费又低的老男人这种人是特别有相关。如果是你要特别注意。那我们再来谈谈这个四川姑娘，她的故乡，也就是大陆的西南方包含云南贵州这些地方，在2023年也做了一篇研究，投到这个糖尿病照护杂志，发现说追踪他们3年发现糖尿病的发生率跟这些东西有关。哪些东西？就是接触像黑炭、硝酸盐、氨有机物，甚至是土壤的颗粒。那尤其这样的一个结果，在老年人是特别明显。那我问你，你觉得办公室哪一个座位最衰有些人一定说在门口啦，或是主管附近，或是数字居附近最不好。其实有一个地方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在这个印表机旁边那根据一个报道有一个外国人，他很少爬楼梯，43岁但是他却有很严重的肺部的问题。当他做一些劳力活之后，他竟然就需要戴氧气罩。那就问他的病史，就发现说，哇，原来他在这个过去的3年前他每天都要去在印表机旁边工作。那他们公司每天就是动不动就印2-3千份的文件那印之后，哇，他就开始觉得他这个手，第一个是颜色变黑，那接下来他会觉得说他的呼吸很不顺畅。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印表机其实也是很危险。那像我们在医院有些印表机，我们都会给他戴一个口罩让他这些废气不要排出来。我们常说无聊到死，真的太无聊太孤单真的是会增加我们身体的很多的不舒服，尤其是心理健康像是忧郁焦虑心血管疾病等等的。那丹麦它做一个前瞻性的研究，前瞻性研究是什么？就是我们从此时此刻开始往后看所以它是非常准确，不是用去回想的。那他找了46万个16岁以上的丹麦人。丹麦人15岁就可以发生性关系所以16岁算是蛮成熟的啦。那追踪6.3年之后发现有3%的人得到糖尿病，大概是13000个。然后他去比较发现说，如果是偶尔觉得孤单的人，他得到糖尿病的风险是14%。如果常常觉得很孤单不知道有没有寂寞人他大概得到糖尿病的风险是24%。那你说高医师会不会这些孤单人没有运动很肥？不是他有把体重这个因素去掉。他说高医师他们会不会是没钱如果有钱应该就不会得到的。也不是他有把这个社经地位也把它去掉。那说高医师会不会这些孤单的人本身有一些精神疾患？也不是他发现说没有精神疾患的人反而更容易受孤单影响。那当然这有可能是有精神疾患的人他本身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就已经上升了。那这个研究其实跟英国是一样的。英国发现说，如果1个礼拜有2次觉得孤单寂寞可能是礼拜六、礼拜天，哇，这得到糖尿病的风险上升多少？上升2.19%，叫做失眠。如果你有一天晚上少睡4个小时，你身体各种代谢路径不管是肌肉或是肝脏的这些胰岛素的敏感度会下降多少？答案是19到25%。那如果你连续6个晚上看股票，礼拜一跌到礼拜五礼拜六你又走不出去，哇，都少睡4个小时，你这个身体这个葡萄糖的耐受性，葡萄糖耐受性是什么？你身体假设吃了很多葡萄糖，你是不是可以葡萄糖耐受性好？就是葡萄糖不会一下飙高太多。那你连续6天发生这种事情之后，你的耐受性其实是会下降40%。所以100分只剩下60%，很危险我们后面会讲要怎么做。接下来讲4个好习惯。在这之前，大家先订阅高医师说，我们干脆不要出门不然吸太多 PM2.5。好，真的要出门，我们就带一个 N95因为它防护力最好。
那没有 N95，我们就先戴外科口罩，可以有60%的防护率。那之后我们外面可以再戴一个布口罩，然后一方面美观，另外一方面增强防护力。我们如果觉得吸到 PM2.5容易咳嗽，我们可以按压鱼际穴。鱼际穴要怎么找呢？就是大拇指下面这一段是鱼际穴。那在这个肌肉的中点这里，我们可以按压。不要做家事，听到这里大家眼睛都亮了。那不要做什么家事？第一个就是炒菜油烟要避免，其实只要5分钟，它释放出来的 PM2.5就是一般空气的20倍。所以像我平常可能会带 N95来炒菜。那你说我用扫地机器人总行了吧？其实扫地机器人我们只要开10分钟，在地板高大概45公分的高度，它的悬浮的微粒就会增加很多。所以你家中如果有小朋友，或是你在家里，最好扫地机器人用完大概1个半小时，你们再进来。之前高雄就报道说有一个妇人，她50岁，然后都没有气喘，也没有抽烟，有一天就被诊断说慢性阻塞性肺炎，就是会喘啊。后来去他们家问一问才知道说，哇，原来她很虔诚，在家都在烧香。所以这烧香其实也很危险啊，大家尽量用其他方式，像是用祷告啊。如果是吸烟的人，其实他家里面的这个 PM2.5的浓度也会是没有吸烟的人的10倍，所以这也很重要。中药茶饮让大家好睡又降血糖，就是生地黄连汤。我们这5钱的生地，它可以滋阴清热，可以助眠，它富含 Catapult， 它可以降糖。那另外黄连用2钱，清热利湿，而且它还可以降血脂。那生地黄连喝起来，对我们的血糖调控很有帮助。尤其你舌头伸出来厚厚的一层苔，黄连用多一点。如果舌头伸出来中间有裂痕，用多一点生地。做中强度的运动。那2002年有做一个非常经典的研究。那这个研究它就是去找一群25岁以上的胖的人。那多胖呢？外国人大概 BMI 是大于24，我们亚洲人 BMI 则是大于22。那空腹血糖是在95到120，也就是他已经是糖尿病前期。把他们分成3组。那第一组就是给他吃这个metformin双胍类，850毫克，一天吃2次。第2组做同样的事，但是是假的药安慰剂。第3组则是做严格的生活控制干预。之后追踪2.8年，发现跟安慰剂相比，做生活干预的这一组，它整个罹患糖尿病的风险是下降58%。那如果是吃这个双胍类，它糖尿病的风险则是下降31%。那你说空腹血糖怎么样？其实这2组是差不多，但是我们做生活干预的这一组，它的糖化血色素则是降得更好。那你问我说生活干预是什么？重点来了，就是体重要下降大概本来体重的7%。所以如果是70公斤，我们70乘以7%，就是大概要下降5公斤。另外还要做这个中强度的运动。它中强度的运动是什么？就是说你做完之后，你还可以顺畅讲话，但是你不太能唱歌了，大概是中强度的运动。那1个礼拜要做至少150分钟。那饮食当然也要调整，不能吃太高油脂，而且要吃低卡路里。这种生活的干预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研究说有它比较容易有一些肌肉啊、骨头方面的问题，可能会酸痛。那吃双胍类的药物的这一组，它则是容易有肠胃道的不舒服啦。不过这个整个研究这些病人都偏胖，他们的 BMI 大概是34，所以大家如果要控制体重，可能不一定要降得这么多。那以上是我们的高医师说，请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你今天听了这么多，你觉得哪一个你最压抑？1 PM2.5 影响糖尿病，2孤独影响糖尿病，3失眠影响糖尿病。邪恶的新奶是良药，每周6晚上7点，高医师说，我们下次见，拜拜。